今個週末，相信大家都俾一單新聞震撼咗，就係美國嗰位狂人總統特朗普，竟然喺星期六凌晨派美軍特種部隊直接入去委內瑞拉，將總統馬杜羅捉咗去紐約受審。呢張馬杜羅蒙住眼喺美軍軍艦上邊嘅相片，簡直係荷里活電影情節真實上演。好多人即刻問我，打仗喎，油價係咪要爆升，個市係咪要崩？但我同大家講，如果你只係睇新聞標題投資股票，你今年一定輸死。回頭睇翻上星期五2026年嘅第一個交易日，美股表面上風平浪靜，道指升咗300幾點，但你睇真啲內部結構其實係極度撕裂。一邊係 Micron 單日爆升10.5%，帶住成個半導體板塊破頂；另一邊係 Microsoft、Amazon 呢啲雲端巨頭竟然逆市下跌，納指甚至係跌嘅。呢個究竟係牛市嘅延續，定係大戶正在藉住好消息換馬散貨？今日趁住2026年第一個週末，我哋要好深入咁拆解呢一場開局大戲背後嘅資金流向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呢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呢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埋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首先，我哋復盤一下上星期五，即係1月2日個市發生咗咩事？好多戰友同我講，個市好似好挫喎。冇錯，呢就係我之前不斷強調嘅1月效應加上稅務賣壓。你睇下個市，道指升0.7%，SP500 微升0.2%，但納指係微跌㗎。點解會咁？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典型嘅稅務操作。大家回想下2025年，好多科技巨頭好似 Microsoft、Salesforce 呢啲，舊年升幅都唔錯。對於好多基金經理同大戶嚟講，如果就係2025年底賣，就要喺2026年4月交稅。但係如果忍多2日，拖到2026年1月2日先賣，個稅就可以拖到2027年先交。所以你見到上星期五 Microsoft 跌2.2%，Salesforce 重挫4%，Amazon 跌1.9%，呢啲都係舊年嘅贏家。而家明顯係有資金喺度 profit taking。但係點解半導體又升到太空咁呢？ Micron 升10.5%，ASML 升8.7%，台積電 ADR 升5%。呢話俾我哋知，市場對於 AI 資本支出 Capex 嘅預期依然係超級強勁。雖然軟體股被拋售，但係硬體，特別係記憶體 Memory 同設備股依然係資金嘅避風港。市場而家個邏輯好簡單，無論 AI 應用賺唔賺到錢，啲巨頭為咗軍備競賽，一定要買晶片，一定要起 data center。所以2026年嘅開局唔係全面牛市，而係一場極度殘酷嘅板塊大輪動。講完大陸嘢，大家記唔記得我在年尾份 Patreon 嘅文章提過一張圖，就係 CBOE 嘅 Put Call Ratio 喺2025年12月31號，即係舊年收爐嗰日，呢個 ratio 竟然飆升到1.13。呢個係咩概念？除咗之前嗰次關稅恐慌之外，呢個係全年嘅第2高位。即係話喺跨年嘅時候，市場上面有極大量嘅人在買 put 或者做對沖。當全市場都咁悲觀，每個人都覺得一開年就要跌嘅時候，往往就會發生 short squeeze。上星期五半導體板塊嘅暴升，某程度上就係呢股空頭回補嘅力量造成嘅。因為半導體係 beta 最高嘅板塊，一協淡倉佢就彈得最快。所以如果你見到 Micron 升成咁，就以為牛市全面回歸而衝入去追高，你就要好小心。因為呢個可能只係一次技術性嘅 short squeeze， 而唔係基本面嘅全面改善。再加上根據 Bespoke 嘅統計，自1953年以嚟，標普500喺首個交易日上升嘅年份其實唔夠一半。2022年首日都係破頂㗎，結果點？當年係由頭跌到落尾。所以開局紅盤唔代表全年冇憂，反而要更加警惕。面對一種軟件弱、硬件強，再加上地緣政治升溫嘅局面，我目前嘅倉位策略係點呢？老實講，我而家係重防守、輕進攻。第一，我唔會因為見到一日嘅升市就 full team 入場。我之前喺 Patreon 嘅文章提過，2026年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年 （midterm year）。歷史數據話俾我哋知，中期選舉年嘅上半年通常都係波動好大，甚至會有比較深嘅回調。真正嘅黃金坑通常要等到第3季。第二，避開擁擠交易。雲端軟體股 SaaS 而家明顯係被人當提款機，我暫時唔會去接飛刀，相反我會留意一啲有機會追落後嘅板塊。第三，關注中小型股。上星期五有個現象好值得留意，就係羅素2000指數升咗1.1%，明顯跑贏 SP500。呢個顯示資金開始由極高估值嘅巨頭流向估值比較合理嘅二線股。呢個可能係2026年上半年嘅主旋律。如果你問我而家最想做咩，我會等1月呢波稅務賣壓消化完，等 VIX 恐慌指數再升一升，出現真正嘅恐慌時，我先會出手掃貨。投資好似打獵咁，你要有耐性，唔好見到影就開槍。好，嚟到今集嘅戲肉，特朗普派兵捉咗馬杜羅，委內瑞拉變天，呢件事對油價同通脹有咩影響？好多戰友第一反應係打仗喎，油價一定爆升啦。
但我個人嘅睇法有啲唔同，甚至係相反。大家要明白，委內瑞拉雖然擁有全球最大嘅石油探明儲量，但因為多年嚟嘅制裁同管理不善，佢而家每日產油量連100萬桶都唔夠，佔全球產量唔夠1%。即係話，就算佢而家完全停產，對全球供應嘅影響都係微乎其微啊。相反，特朗普喺記者會上面講得好清楚，美國石油企業將會進駐委內瑞拉，呢個係對油價嚟講一個超級大嘅利空信號。一旦美國嘅巨頭好似 Chevron、ExxonMobil 呢啲帶住技術同資金入去，委內瑞拉嘅產能可能喺未來幾年大幅釋放，由而家嘅100萬桶恢復到以前嘅300萬桶，呢對長期油價係一個巨大嘅下行壓力。所以你見到上個禮拜五油價有冇爆升？冇喎，紐約期油仲跌咗0.17%，收報57.32美元。市場好聰明，佢睇到嘅係供應增加嘅長遠前景，而唔係短期嘅地緣政治恐慌。所以如果你想藉住呢一單新聞去炒高油價，我覺得你要好小心，隨時會被大戶反向收割。最後，我哋快速掃描一下全球其他嘅資產類別。貴金屬嘅陷阱，黃金同白銀喺2026年首日表現好好，金價升2%，銀價反彈4%。但係呢度有一個超級伏位，大家一定要知。根據彭博嘅數據，由於銀價之前升得太勁，而家期銀在彭博商品指數嘅比重去到9%，遠遠高過2026年目標比重嘅4%。呢個意味住咩？意味住喺下個星期四1月8號指數權重調整之前，嗰啲被動式基金 ETF 必須無條件拋售價值超過50億美元嘅白銀合約，同埋大約60億美元嘅黃金合約，以符合新嘅比重。呢個係幾十億美金嘅沽壓啊！所以未來幾日貴金屬隨時會出現無厘頭嘅急跌。如果你手上有貨或者想做好，千祈要避開呢段指數 rebalance 嘅危險期。總結一下今日嘅觀點。2026年嘅開局絕對唔係順風順水，雖然有半導體單騎救主，但稅務賣壓同中期選舉年嘅魔咒依然懸在頭上。委內瑞拉嘅變天，長遠嚟講反而係壓低油價嘅因素。最緊要係記住，下星期貴金屬可能有幾十億美金嘅被動沽壓，千祈唔好做錯邊。喺呢個動盪嘅市況下，揀股炒選市更重要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